我和老婆路过彩票店时各买了一张彩票，开奖当晚我的中了500万，老婆的没中。我狂喜之下一路狂奔，准备回家报喜，却在路过父母家时被我妈死拦下。儿子，听妈的，你回家先撒个谎，就说你的彩票没中，是你老婆林月的中了500万。虽然我不理解，但出于对母亲的信任，我藏起了自己的彩票，空手回家。老婆，刚才彩票开奖，你花2块钱买的那副彩票中了头奖，整整500万。真的假的？你不会是逗我开心吧？我可不喜欢这种玩笑。真的，老婆，不信你自己看，咱们真的中了500万。这不可能，真的是我啊！我记得我机选的那组号码好像就是这几个，我中了500万，500万！老娘成百万富翁了！老婆，咱们有钱了，明儿咱们就把那台老破车换了，再把我妈的病……陈元，你先别碰我，这彩票是我自己选的号，是我自己的手气。我今天有些太累了，脑子乱得很。你今晚别进卧室了，去客厅睡沙发吧，让我一个人冷静规划一下这笔巨款。我站在空荡荡、开着冷气的客厅里，看着那道紧闭的房门，浑身的血液在这一刻彻底凉透。这一刻，我终于彻底明白了母亲今晚那番荒唐之言背后的深意。半个小时后，客厅的防盗门便被人用钥匙爆裂的拧开。姐，在哪儿呢？那张能换金山银山的纸在哪儿呢？妈，耀祖，快来看，数字全对上了，真的是500万，真的中了！哎呀，我的亲闺女啊，咱家祖坟冒青烟了呀！姐，给我瞅瞅，快给我瞅瞅！我操，真是1等奖，全中啊！我要买宝马，姐，这下我的结婚大别墅有着落了。妈，耀祖，跑了一路都渴了吧？先喝口水，坐下慢慢聊兑奖的事儿。陈远，你少在这凑近乎，谁是你妈，谁是你弟，别在这套近乎。林月，你给老娘把耳朵支棱起来，听好了，这500万是老天爷看你过得清苦，特意赏给你一个人的，跟你身边这个1个月拿4000块死工资的窝囊废可没有半毛钱关系。妈，我和林月是合法夫妻。合法夫妻怎么了？合法夫妻那也是我姐买的。陈远，我未婚妻那边的彩礼正好缺30万，你个当姐夫过去没出息帮不上忙，现在我姐靠自己的手气中了奖，你还想上来贴皮吸血？哼，这钱哪怕是拿去喂狗，也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分。耀祖，说话注意点。陈远好歹在这个家里伺候了3年。林月，这笔钱你打算怎么规划？陈远，我妈和耀祖说的虽然难听，但也是大实话。过日子防人之心不可无，明儿一早去银行开户，必须只写我个人的名字。我们要规避家庭风险，你要是老老实实守本分，在这个家里少不了你一口饭吃。听见没有？别动歪心思，敢惦记我闺女的私产，老娘明天就让你卷铺盖滚蛋！好，听妈的，你们说的对，这么多钱确实要好好规避风险。那天晚上，丈母娘刘桂香和小舅子林耀祖霸占了我的主卧，和林月3个人反锁了房门，在里面兴奋的嘀咕盘算到了后半夜。我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合眼，隔着那道紧闭的木门里面，隐隐约约传出刘桂香压低却刻薄的声音。明天一早先把那窝囊废的名字从房本里刨出去，这500万他1分钱的边儿都别想沾。直到窗外泛起惨白的天光，主卧的门才咔嗒一声打开，刘桂香和林耀祖冲出家门，急着去召集村里的亲戚显摆，而林月则冷着脸，连早饭都没给我做，便一通电话把她的毒鸡汤博主闺蜜苏明玉给叫了过来。早上8点，苏明玉踩着恨天高，连鞋都没换就闯了进来。月月，你现在身价500万，已经是独立女强人了。那种1个月几千块工资的底层男人根本配不上你，只会拖你的后腿。陈远，别洗碗了，过来把这份协议签了，往后各走各的路，谁也别拖累谁。林月，大清早带着闺蜜拟合同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陈远，我也开门见山跟你直说了吧。苏明玉说的对，我们现在的阶层已经不一样了。我中的这500万是我个人的福报，为了防止某些人在婚内分刮我的财产，我今天已经让律师拟好了婚内财产独立协议，一会儿明玉做个见证。阶层不一样，林月，结婚3年我伺候你全家，现在你运气好摸到一张纸就要跟我划清界限。陈远，人得知足，良心换不来钱，别用那副受害者的眼神看着我。我每个月会打发你3000块生活费，让你继续住在这儿。你要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天天想着上来贴皮吸血，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净身出户。1个月3000块生活费，继续让我住在这儿伺候你们。林月，你这账算得真精，一边拿着500万跟我的经纪搞切割，一边还想留下我这个免费的保姆，对吧？陈远，差不多得了，月月能给你留3000块，那是看在3年夫妻的情分上施舍你的。你瞅瞅你全身上下，哪点像个身家几百万女富豪的丈夫？实话说吧，月月现在1分钟几千块上下，你那点死工资连她1天面膜都买不起。识相的赶紧把字签了，少在这装深情勒索。明月，别跟他废话。陈远，理智放手，规避风险，
这可是我妈昨晚教我的大局观。这份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我们明天就走法律程序起诉离婚，到时候你1毛钱都拿不到，直接给我净身出户。好，我签。算你识相，月月。走，银行那边过桥的经理还等着咱们呢。今天先把宝马车的贷款批下来。耀祖那小子兴奋的一宿没睡呢。陈远，在家把屋子收拾干净，晚上我妈和耀祖要回来庆祝宴。我冷笑着扔下签字笔，缓缓从怀里掏出那张真彩票。林月，希望你拿着银行批下来的30万过高贷去买车买房的时候，还能这么清高。他们离开后，我没有继续坐在家里等。我先带着真正的彩票去了市中心银行，在工作人员和母亲的共同见证下，租了一只保险柜，将中奖彩票购买小票、彩票站付款记录和我当晚核对号码的完整视频全部封存。彩票站老板老周也替我跳出了监控，监控里清清楚楚地拍到我和林月各自付钱买了一张彩票。林月买完便嫌店里闷，先去了门外接电话。真正的中奖号码是我站在柜台前临时改选并亲手付款打印出来的。陈远，真闹到需要作证的时候，我一定实话实说。这种彩票是谁买的？机器流水一查就明白。从银行出来，我直接去了王律师的事务所。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第一，不要伪造任何兑奖材料，也不要主动诱导林月借钱。第二，对方如果自愿签署财产独立协议，主动举债或者转移财产，你只需要保持证据。第三，凡是涉及共有房产、贷款和大额赠与，你必须留下自己明确反对的记录，避免将来被认定为共同意思表示。我点了点头，把刚签下的婚内财产独立协议递过去。王律师看完后，又拿笔在旁边补了一条：自本协议签订之起，夫妻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所要产生的借钱、赠与、担保及投资及奢侈消费，均由行为人独立承担。他若真心想跟你划清界限，应该不会拒绝。当天中午，林月回来取身份证，我把补充条款推到他面前，他看都没仔细看，便冷笑着签下名字。怎么，怕我以后欠债连累你？放心，我有500万，怎么可能欠债？你还是想想你自己以后怎么办吧。林月，我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手术大约需要8万。你现在既然中了500万，能不能先拿8万出来救急？陈远，你别得寸进尺，钱还没兑奖，你就急着给你妈填窟窿。医生说不能再拖。他都多大年纪了，8万块砸进去，能多活几年？再说那是你妈，又不是我妈，你自己的家人自己负责。这可是我们刚刚签好的经济独立。他说完，手机正好响了，电话那边是林耀祖。姐，我现在在 4S 店看车呢，销售说今天不交定金，这个月就提不了车了。月底我结婚没新车，我咋办啊？这不让人看笑话吗？耀祖别急，姐下午就给你办，50万而已。你结婚不能让女方家看不起。他挂断电话，转身就走。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最后一点犹豫彻底消失。8万块救我母亲，他嫌不值得；50万给弟弟买宝马，他却连眼睛都不眨。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在试探一段婚姻，我是在为自己和母亲保住最后的退路。仅仅过了2个小时，我的微信朋友圈就被林月的动态刷屏了。9宫格的精修照片里，第一张就是那张未中奖的废纸彩票，后面跟着高档西餐厅的下午茶、奢侈品柜台前的摆拍，最后一张居然是他和苏明玉在一家律师事务所门前的合影，配文是：靠自己赢来的独立，才是女人最大的底气。割舍掉不属于同一个阶层的累赘，大步迈向新生活，未来顶峰见。下面的评论区全是村里亲戚和他同事的疯狂跪舔。天哪，月月你中头奖了，太厉害了！哎呀，以前就觉得陈远配不上你，这下好了，独立女性果断切割，支持你。耀祖有你这样的姐姐，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真是搞笑，希望彩票兑奖那天你还能笑得出来。可我很快发现，他们的疯狂远不止买车。下午3点，苏明玉发了一条仅部分人可见的朋友圈，照片里，他和林月坐在一家装修奢华的美容会所里，面前摆着一份高端女性抗衰中心联合创始人协议，配文写着：真正聪明的女人，从来不把钱放在银行里发霉。欢迎月月成为明玉轻社抗衰中心最大股东，强强联合，未来可期。我放大照片，看见协议首页赫然写着投资金额100万元。你真准备投100万开美容院？这是高端女人的生意，你不懂。明玉有资源，我有资金，3个月就能回本。钱还没兑出来，你拿什么投资？苏明玉认识金融公司的经理，可以先做15天短期周转，等500万到账，利息算什么？没有核验中奖彩票，哪家正规机构敢借你100万？陈远，你少用穷人的眼界限制我。明玉说了，机会不等人，美容院的黄金铺位只保留到今晚，我不签别人就抢走了。那天夜里，他和苏明玉在餐桌上签了3份合同，一份50万元短期借款协议，一份20万元品牌加盟定金，还有一份由林月个人承担全部亏损的股东补充条款。
月月，等你500万到账，你就是董事长，我只负责资源和运营，你负责出资，利润咱们5-5分。你放心，咱们是10几年的闺蜜，我还能坑你。我站在厨房门口，清楚地看见所谓的金融经理在林月签完字后，和苏明玉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我没有阻止，只把桌上的每一份合同、每一句承诺和每一次转账都录了下来。因为王律师已经查过，那家所谓的抗衰中心刚注册不到1个月，名下没有门店，没有员工，连注册地址都是一间共享办公室。苏明玉不是来帮助林月成为女老板的，她只是闻到500万的味道，想从这个昔日闺蜜身上先撕下一块最肥的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官方银行的合规风控提示来电。尊贵的客户，您的配偶林月今日已提交一笔30元大额个人消费过桥贷款申请，该笔贷款以彩票中奖确认书及夫妻共有房产一期收益作为信用支持，目已通过初审，即将放款至 4S 店指定账户，特此告知。林月，你也太急了吧！为了在你弟和闺蜜面前装成那个无所不能的女富豪，居然敢去银行申请过桥贷款。既然你连夜找律师跟我签了婚内财产独立协议，那接下来的债务可就跟我陈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林耀祖开着全新宝马5系轿车停在了我家楼下。陈远，你耳朵聋了？没听见宝马的喇叭声吗？赶紧滚下来给老子开车门！我冷着脸走下楼，正好看到林月和丈母娘刘桂香风光无比的从后座钻了出来。刘桂香手里诡异的拎着一杆沉重的拆墙大铁锤。瞧见没有？全款宝马，我姐用银行特批的那30万大额过桥贷，加上管村里亲戚借的20万，当场全款提的，写的是老子林耀祖一个人的名。我老丈人一看见这车，今早当场就把结婚大别墅的合同签了。林月，你真把过桥贷批下来了？彩票中心还没正式核验，你管全村借钱，还把车登记在林耀祖名下，这算哪门子的资产安全？陈远，闭上你的乌鸦嘴！什么叫没核验？银行那是看中了我闺女的未来还款能力，耀祖是我们林家的香火，我闺女纵自己的钱给亲弟弟撑面子娶媳妇儿，你个臭外人，少在这眼红！陈远，收起你那副市侩的嘴脸，我们已经签了婚内财产独立协议，这车是我自愿赠与耀祖的，就算以后离婚，你也分不到半个轮子。还有，今天我妈带铁锤来是要把这套老房子砸了改建，老房子的抵押合同我已经签了，作为豪宅的首付过桥款。砸老房子？废话，不把这破房子抵押了，市中心那套300万的豪宅怎么拿得下来？上去，把那些破烂家具全给老子扔出来！我姐现在是女富豪，这地方以后是我们林家的储藏室了。陈远，你个死要饭的，识相自己滚出去！我没有上前阻拦，而是默默往后退了一步，冷冷地掐灭了手机里的隐藏录音软件。林耀祖，车不错，既然提了新车，今晚不去跟你的狐朋狗友飙一圈显摆显摆，是不是太可惜了？呸！用得着你教老子啊？老子今晚就约了车队去环山路，等老子在大别墅里结了婚，看我不把你这只吸血虫活活抬死！看着他们全家拎着铁锤狂笑着冲上楼的背影，我缓缓掏出手机，直接将刚才录下的所有强占、强拆、转移财产的视频和音频全部一字不漏地上传到了正规律师的存证后台。第二天，江城大酒楼的富贵厅里，3桌大席摆得满当当，大红圆桌上，村里的3姑6婆、大爷大婶全伸长了脖子，盯着主位上穿戴一新的刘桂香和林月，眼睛里全是藏不住的艳羡。哎呀，桂香啊，你这辈子算是熬出头了，女儿中了500万，往后你们林家就是城里的大户人家了。瞅瞅月月这通身的气派，哪像陈远那个闷葫芦，天天就守那4000块的死工资。要我说啊，就是金凤凰。过去这3年真是委屈在这白山村了。大婶儿，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当年我就说我闺女这手相就是大富大贵的命。至于某些人嘛，某些人啊没那个发财的命，偏偏有那个吸血的病。你傻站在那儿当门神呢？没瞅见你二叔的杯子空了，还不赶紧过来倒酒？大喜的日子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陈远呀，听二叔一句劝，现在月月是身价几百万的女老板了，你那工作能辞就辞了吧，安心在家给月月洗衣服做饭，当个合格的男保姆，把月月伺候舒坦了，少不了你每月的零花钱。这男人嘛，吃软饭也得吃得有觉悟，别天天死要面子。二叔，你可高看他了，他要是懂觉悟，今天下午我姐给他提宝马的时候，他能在 4S 店拉着个驴脸。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姐欠了他500万呢。姐，你说是不是？耀祖，大好的日子提那些败兴的人干什么？陈远习惯了底层安稳日子，思维跟不上现在的阶层，也是正常的。对，月月说的对，阶层不一样了嘛。酒过3巡，包厢里的气氛被烘托到了顶点。苏明玉突然从他那奢华的包里掏出了一盒鲜红的印泥。陈远，虽然今天早上你在家里把婚内独立协议给签了，
但银行那边下午给反馈了，银行经理说了，你和月月现在住的那套老房子，房本上当年虽然只写了月月一个人的名，但属于婚后共有财产。现在月月要拿那套老房子去抵押，凑齐市中心300万豪宅的首付过桥款。为了规避以后的法律纠纷，你光签独立协议还不够，得在这份放弃房产抵押权益的声明上把手印儿也给我按了。陈远，你也别觉得委屈，这个社会很现实，我一步登天，咱们已经不是一路人了。下午耀祖的宝马车已经落地了，过几天大别墅的合同也要签。你老老实实把这个手印摁了，别挡着我们林家往高处走。往后在这个家里，你还有个落脚的地方。要是跟我闹到法庭上，你连最后一点男人的尊严都丢干净，听见没有？赶紧按了。这钱是我们林家的名望，我们要拿老房子去抵押买大别墅，那是为了保全我们林家的香火。你个穷鬼，少在这充大头鬼！识相的赶紧按，别给脸不要脸。陈远，上午让你签协议，你倒挺痛快，现在别给老子装模作样。你要是不按这个手印，妨碍了我姐的大额贷款，明儿一早，老子就带搬家公司去把那老房子砸了，把你那些破烂衣服全扔大街上去。看着眼前这些因为一张废纸彩票而丑态百出的白眼狼，我平静地伸出手，在林月和苏明玉那防贼鄙夷的目光中，将大拇指狠狠按在了鲜红的印泥里。行，按了，白纸黑字都在这儿，老房子的抵押声明我也按了。往后你们林家是死是活，欠了多少债，遭了什么样的报应，也绝不要跨进我陈远家大门半步。陈远，你傻了吧？还把自己当香饽饽呢？吃完这顿散伙饭，你赶紧走。看见你我就觉得晦气。第二天晚上傍晚6点，林月先收到了一条催款短信。苏明玉介绍的短期借款，并不是他口中朋友之间的低息周转，而是一份违约成本极高的商业借款。50万资金刚进入林月账户，20万便被以加盟定金的名义转进了抗衰中心，另外10万被扣作所谓的品牌保证金、咨询费和渠道服务费。真正能够由林月支配的只剩下20万。他气冲冲赶到那家装修奢华的美容会所，却发现门口的招牌已经被拆了。大哥你好，你知道1楼那个抗衰美容会所去哪儿了吗？这里按天租的，昨天晚上就到期。什么抗衰中心，我从来没听说过。明玉店呢？我投进去的钱呢？月月，你别一出事就找我，合同是你自己签的，投资也是你自己决定的，我只是介绍项目。可你说3个月一定回本，生意哪有100%赚钱的？你现在可是身价500万的人，20-30万亏损也值得大惊小怪。我还没有兑奖，什么意思？你不会根本没有中奖吧？当然中了，只是兑奖流程还没走完。那就等钱到账再联系我。苏明玉直接挂断，随后把林月所有联系方式全部设置成了免打扰。当晚，林月带着刘桂香堵到苏明玉家，却只看见紧闭的大门。苏明玉下午便拖着2个大行李箱离开了，说是要去外地谈项目。50万借款，钱没见到，先被他卷走30万，这个杀千刀的贱人！没关系妈，我还有500万，只要兑奖，所有窟窿都能填上。第二天晚上，我站在母亲新租下的那间干净亮堂的小公寓阳台上吹风，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撕裂了屋里的宁静，屏幕上闪烁着林月2个字。我拿着手机走到阳台的角落，按下了接听键。陈远，你在哪儿？求求你，你帮帮我，帮帮我们家好不好？林月，有事慢慢说，我们已经签了经济独立协议，你现在是身价500万的人，有什么事需要求我这个底层男人？耀祖出车祸了，他断腿了。他今晚和那帮朋友喝了酒，非要开着新买的宝马去环山路飙车，车下的太打滑，整乐车拦腰撞在正规的市政隔离带上。医生说他的2条腿粉碎性骨折，要是今晚不拿20万做紧急手术，他这辈子就废了，只能身瘫痪在床啊。20万手术费，你手里的500万，还有银行刚刚批给你的30万过桥贷，不够吗？不够，根本拿不出来。4S 店提车拿走了20万现金，那是管村里亲戚东拼西凑借的。剩下的30万过桥贷，在耀祖涉嫌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的交警认定书出来后，银行的正规风控系统自动触发了重大风险库闸保护，当场把我的账户全部依法冻结了。保险公司也出了正规拒赔函，车子全损还要面临10几万的公共设施赔偿。陈远，我求求你，你能不能看在3夫妻的面子上，去求咱妈把那套养老房抵押了，先借20万把耀祖的腿保住，我求你了。林月，我不能为了拉一个犯了错的罪人，把我妈的未来也搭进去。这可是你和你妈亲口交给我的大局观。对不起，这钱我无能为力。不等林月在电话那头绝望的尖叫，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并顺手将她的号码拉入了黑名单。可第二天一早，母亲租住的小公寓门外便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亲家母，
救命啊！耀祖再不好也是一条人命，医生说再不交钱，他2条腿就彻底保不住了。你那套养老房不是还值几十万吗？你先抵押出来20万，等月月500万一对，马上加倍还你。我做手术需要8万的时候，你女儿怎么说的？她说我年纪大了，8万花在我身上不值。现在你弟弟喝酒飙车撞断腿，你却让我卖掉养老房拿20万救他，怎么？你林家的是命，我这个老婆的命就不是命。妈，那不一样，耀祖还年轻，他还有一辈子。别叫我妈，你签协议赶我儿子走的时候就没把我当妈。陈远，你还有没有人性？3年夫妻，你真要眼睁睁看着耀祖变成废人？林月亲口说过，各自的家人各自负责。他给林耀祖买宝马时没有问过我，他醉酒飙车时也没有经过我同意。现在出事了，为什么又要我和母亲承担？陈远，只要你肯救耀祖，我可以不离婚，我也可以让你继续住在家里。你不是舍不得这段婚姻，你只是舍不得失去一个能替你还债的人。我已经替你们咨询过，医院有正规医疗救助，也可以申请分期缴费。林耀祖如果后续留下残疾，还能申请康复援助。我们不要什么救助，流程那么慢，谁知道能批几个钱？我们就要现金。我看着散落一地的纸，彻底明白了，他们不是没有路可走，他们只是习惯了牺牲别人来替自己承担代价。现金没有，养老房更不可能抵押，你们自己种下的后果自己承担。请你们现在离开。如果继续在这里闹事，那我就报警处理了。陈远，你会后悔的。耀祖出车祸后的第4天，我没有等到林月的道歉，反而等到了一张来自江城区人民法院的正规传票，以及一份厚厚的离婚起诉书。看着起诉书上的内容，我气急反笑。林月在她的无良律师和闺蜜苏明玉的联合操纵下，竟然恶人先告状。在起诉书里，她白纸黑字的诬陷我。被告陈远婚内好吃懒做，常年对原告实行精神与言语上的冷暴力，且被告有严重的巨额赌博恶习，负债累累。得知原告林月中奖500万后，被告意图恶意侵占，瓜分原告的个人合法奖金。原告为了自保及规避家庭风险，特申请依法判决离婚，并要求被告陈远净身出户。坐在正规律师事务所的接待室里，我的代理律师王律师推了推眼镜。陈先生，你这位太太为了能独占那笔所谓的500万，顺便把林耀祖车祸带来巨额债务和违约金甩包给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他这属于典型的恶意诬告，在法律上是要吃大亏的。王律师，对簿公堂的材料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第一份是彩票中心官方出主的盖有20260081公章的其1等奖中奖确认书原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真正中奖的身份证号和彩票人件持有人是我陈远。第2份里面包含了林月和苏秀梅这几天在家里、在朋友圈、在 4S 店里亲口承认要防着我，要把婚内大额资产恶意过户给林耀祖的全部高清音视频铁证。好，太好了！对方以为自己拿着一张还没核验的废纸占尽了先机，在外面疯狂大额举债转移资产，他们根本不知道正规法律讲的是铁证。陈先生，半个月的过桥贷冷静期马上就要到了，咱们法庭上见，我保证让他们一家当庭瘫软。1个星期后，江城区人民法院第2民事审判庭正式开庭前，法院先组织了一次庭前调解。狭窄的调解室里，林月坐在我对面。几天不见，她明显憔悴了许多，可下巴依旧高高扬着。她的代理律师把一份和解方案推到我面前：第一，我自愿放弃老房子的所有权益；第二，我承担房屋抵押产生的相关债务；第三，我向林月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第四，我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她中奖、借款和投资美容院的相关信息。看完最后一条，我差点笑出声。原告方确定这是和解方案，而不是单方面要求。我中了500万，他却一直纠缠我，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和名誉。10万精神损失费并不过分。那你弟弟的宝马，你投资美容院的借款呢？那都是我自己的安排，与你无关。老房子的抵押债务为什么又要我承担？因为那是夫妻共同房产，法律上的便宜你不能全占。林月，我只问你3个问题：结婚3年，你有没有真心把我当过丈夫？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我妈需要8万手术费时，你为什么1分钱不肯拿？她年纪大了，而且那是你家的事。你以为自己有了500万以后，为什么第一件事不是改善我们的生活，而是逼我签协议把我赶出去？因为人往高处走，以前我没有选择，只能和你过苦日子。现在我有了更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被你拖累？陈远，感情不能当饭吃，成年人就该接受阶层变化。听完这句话，我心里最后一丝波澜也消失了。我把和解方案推回去。开庭吧。陈先生，我们已经掌握了原告持有中奖彩票的影像证据，你现在拒绝和解，庭审时只会输得更难看。那就让法庭看看，究竟谁手里的才是真票。林月在苏明玉和丈母娘刘桂香的左右搀扶下，大步走上了原告席。小舅子林耀祖则坐着轮椅被推了进来。原告方
请陈述你们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林月女士在长达3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遭受着被告陈远先生严重的精神冷暴力。被告不仅不思进取，1个月仅拿着4000块的微薄工资，甚至在婚后染上了巨额赌博的恶习，负债累累。就在前不久，原告林月女士运气好，靠个人手气中得福利彩票1等奖500万元整。然而，被告陈远在得知这一喜讯后，非但没有感恩，反而露出了贪婪的本性，意图通过恶意纠缠，强行坤分原告的个人合法财产。法官大人，我只是一个运气好中了奖的普通弱势女性，在巨额财富面前，我想保护自己，想规避家庭风险，难道错了吗？为了保全我弟弟的未来，我要求和被告陈远先生紧急切割，并勒令其净身出户，承担老房子的一切抵押债务，这是我最合理的自保。旁听席上，刘桂香和苏明玉赞许地对视了一眼，甚至发出几声自得的低笑。原告方发言完毕，现在由被告方发表答辩意见，并进行举证。法官大人，对于原告方所陈述的好吃懒做、赌博负债、恶意侵占等毫无事实依据的抹黑，我方依法保留追究其诽谤罪的权利。今天我方只提交2份核心证据。第一份证据是福利彩票中心官方出具的盖有国家260817中奖确认书原件，以及真正的1等奖中奖彩票原件。原告林月女士手里拿着的那张，在开奖当晚就已经由官方系统核验过，是一文不值的未中奖废纸。而真正买中500万且进行实名中奖登记的身份证号持有人是我的当事人陈远先生。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法官大人，他在撒谎，那彩票分明是我买的，号码都在我手里。陈远，你少胡说八道，这彩票分明就是我女儿买的。肃静，原告方注意法庭纪律。法官大人，我方提交第2份证据，一段长达40分钟的高清音视频记录。到时候陈远把这份协议一签，咱们就把这老房子抵押了。你太聪明了，不愧是能中500万的人。30万的贷款我已经办下来了，今天就给耀祖全款提车。陈远，这500万是我中的，跟你没关系。离婚你1毛钱别想争。全款50万宝马，写的是老子一个人的名。陈远，你个要饭的，滚出去！铁证如山，白纸黑字，声音清晰。法官没有立刻做出判断，而是让法警将双方提交的彩票照片、销售流水和彩票原件同时送到鉴定席。彩票站老板老周也作为证人出庭。这是陈远先生付款购买的彩票，终端流水尾号是7316。这是林月女士购买的彩票，流水尾号是7317。原告朋友圈里展示的那张彩票就是7317，开奖号码只中了2个普通号码，奖金为0。真正的1等奖彩票流水尾号7316，从购买到交由银行保险柜保管，整个证据链完整，没有任何调换痕迹。你不是说照片足够证明彩票吗？你不是找人核对过吗？你自己说中了500万，关我什么事？那些协议都是你逼我签的。法官大人，我只是普通朋友，他投资美容院、借钱买车，全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从来没有保证过他一定赚钱。王律师像是早就料到这一幕，再次提交了一段录音，音响中清晰传出苏明玉的声音：你投100万，我负责资源，保证3个月回本。彩票还没兑奖也没关系，我认识金融经理，先借出来，等奖金到账再还，协议赶紧签。陈远那种穷男人不懂投资，千万别让他知道。苏小明并非本案当事人，但这段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在明知奖金尚未核验的情况下，仍主动配合高风险借贷和投资，并非为了家庭生活，而是为了向亲属赠与、个人挥霍及进行投机经营。更重要的是，我方当事人曾明确反对上述行为，并通过补充协议约定，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产生的投资、赠与和奢侈消费，由行为人个人承担。大屏幕上随即显示出林月亲笔签署的补充条款，他的签名旁边还有一句他当时亲手写下的话：本人确认以上债务及投资均为个人自主决定，与陈远无关。看到自己曾经为了独占500万而留下的字迹，林月像被人抽走了全部力气，重重跌坐回椅子上。在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婚内恶意隐瞒、转移、挥霍夫妻共有财产的一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依法可以少分或者不分，而未经另一方同意，明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个人借贷，也不能毅然要求配偶共同承担。原告席上，刚刚还胜券在握的吴良律师，在看清这2份盖着公章的铁证后，脸色瞬间大变，颓然地坐回了椅子上。而林月、刘桂香在巨大的信息差绝杀面前，只觉得浑身的骨头像是被当场抽干了一样，身子一歪，瘫软在座位上，眼里只剩下了无尽的惊恐与绝望。鉴于原告林月在婚内存在性质极其恶劣的隐瞒、恶意转移资产行为，且其声称的中奖纯属子虚扦有，法庭依法判决双方准予离婚。陈远持有的500万属于个人合法财产，
而林月在假中奖期间产生的所有私人大额消费贷、管村里亲戚借的过桥款，全部依法认定为林月的个人债务。林月拖着沉重的步伐和坐着轮椅的林耀祖刚刚走到法院大门口，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几名身穿正规制服的银行信贷风控人员依法拦截了下来。林月女士，由于彩票中心官方核验结果已经证明您的还款能力存在欺诈，您之前向我行申请的30万元消费过桥贷已正式报为，进入司法催缴程序。鉴于您涉嫌提供虚假还款证明，我行已依法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全，您名下的老房子已经正式被依法查封。另外，您管白山村亲戚借的20万过河款，由于提车 4S 店涉嫌协助恶意转移资产，车子目前已被依法扣押冻结。不能理赔吧？车子已经全损了，我儿子的腿还要做第2次手术啊！对不起，交警的正规事故认定书显示，林耀祖先生属于醉酒危险驾驶，按照我国正规保险理赔条例，保险公司依法免责，拒绝赔偿任何车损与公共设施损失。不远处，几个闻讯赶来的村里亲戚一看到林月，纷纷一拥而上。林月，你个骗子，还钱！那20万是我们全村人的养老钱啊！林耀祖危险驾驶把车撞烂了，没中奖，你们装什么阔太？今天不把欠条结清，咱们就正规派出所见。林耀祖坐在轮椅上，看着四周冷漠愤怒的眼神，吓得浑身剧烈颤抖，捂着脸绝望地哭出了声。我站在不远处的台阶上，手里拿着真正的中奖公证书，冷眼看着这一幕。1年后，在城郊一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霉味与剩菜剩饭的馊气。这1年里，林家终于把所有欠下的账一笔一笔还到了自己身上。老房子被法院依法处置，林月投资的所谓抗衰中心被查出是空壳项目。苏明玉在假中奖暴露当天就拉黑了他，还把所有责任推到林月头上，声称投资是他自愿决定的。后来警方调查发现，苏明玉和那名所谓金融经理早有利益往来，利用虚假项目骗取加盟定金。他虽然退回了部分钱，却也因为参与虚假宣传和违规融资被依法追责。那些曾经在朋友圈里吹捧林月独立清醒的亲戚，也一个个拿着欠条堵上门。林月辞掉了原本稳定的工作，只能在洗车店做最累的清洁工，每个月拿3000多块。刘桂香为了替儿子买药，开始到饭店刷盘子，给人做保洁。林耀祖的腿经过抢救保住了，却因为错过最佳康复期，只能长期依靠轮椅。他起初每天摔碗骂人，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姐姐和母亲。可当家里再也没人能满足他的要求时，他才渐渐明白，这世上不会有人永远替他收拾残局。而我用奖金先替母亲完成了手术，又买了一套普通的小房子，剩下的钱我没有拿去买豪车，也没有一夜之间把自己包装成所谓的富豪。父亲年轻时曾因工伤落下残疾，那时候没有单位肯要他，我们一家吃过太多没有稳定收入的苦，因此我拿出一部分奖金和市第1人民医院、正规公益机构联合成立了一家小型助残工房，为康复后的残障人士提供简单的电子元件组装、包装和客服工作。我从没想过帮助林家，直到基金会工作人员在审核困难残障家庭名单时，看见了林耀祖的名字。疼死我了，妈！你换药能不能轻点？你想废了我是不是？嫌我手重，有本事你当初别喝酒开宝马去飙车。你姐一天洗10几辆车，工资连你的药钱都不够。你再这么摔下去，咱们连碗都买不起。就在这时，锈迹斑斑的铁门被人从外面推开，我神色平静地走了进来，身后跟着2名基金会工作人员。陈远，你怎么来了？好女婿，不，陈总，你总算来了。妈以前是猪油蒙了心，你现在有钱了，又办了基金会，你救救耀祖吧，他再不做矫正手术，这辈子就只能坐轮椅了。刘女士，法院判决生效以后，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亲属关系，请你自重。这是注重工坊联合市第1人民医院设立的康复就业项目，经过审核，林耀祖符合困难残障人权援助标准，基金会可以承担他的部分矫正手术和康复训练费用，但不是无偿送钱。要我们做什么？第一，医疗费用直接支付给医院，不经过个人账户。第二，林耀祖必须完成康复训练和职业培训，无故缺席3次，统消援助资格。第三，康复后由安排坐岗工作，每月有正规底薪和五险一金。第四，他需要从工资中按比例偿还一小部分康复费用，直到能够真正自食其力。第五，任何辱骂工作人员、旷工、赌博、酗酒行为都会终止项目。还要上班，我腿都这样了，你让我工作？工坊里很多人的情况比你更严重，他们能靠双手养活自己，你为什么不能？我不是来养你的，也不是来替你们还债，我只是代表项目给一个残障人士重新站起来的机会。能不能抓住，不看你姐姐，也不看你母亲，只看你自己。陈远，对不起，如果当初我没有如果，我今天来不代表我原谅了你们，更不代表过去发生的一切可以一笔勾销。我只是做我认为正确的事儿。曾经你们把亲情当成索取，把婚姻当成算计，现在这份合同里没有施舍，没有偏爱，只有规则和劳动。
签不签由林耀祖自己决定。我签，谢谢你林远，之前我那么对你，你还能给我这个机会。1年多以前，我因为一张彩票看清了身边所有人的真心。后来我才明白，钱真正能改变的，从来不只是生活。它像一面镜子，善良的人得到它，会想如何让日子变得更好；贪婪的人得到它，只会提前透支自己的欲望。彩票没有毁掉林月一家，毁掉他们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拥有500万时，亲手做出的每一个选择。至于我和母亲，终于不用再为不值得的人委屈自己。窗外阳光正好，我走出潮湿阴暗的地下室，迎着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